他说你看啊，摆在我面前两种选择，一个是死亡，一个是痛苦以后死亡，你说我会选哪个？我听他这么说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哎，其实每个人的命在整个这个自然界就那么一瞬间，你不害怕就行。可是说完这句话的话，我就自己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你说你要生死这个高度去和一个病人谈，那我对生命对死亡的理解还不如他看得透彻。在采访之前，我其实是带了一定的偏见的。我觉得，对于一个在 ICU 20年的老医生，可能对所谓的生死早就见怪不怪了。但是说实话，当我看到他的讲述的时候，我还是被他触动和震撼了，因为他提到生死的那种动容、那种细腻真挚的感情，是完全始料未及的。很多人会问我，在采访了几百个、1000个受访者之后，你还会被人的故事所打动吗？我觉得毫不犹豫的会说肯定的呀。那我想到这种感情可能是一致的，就是你只有保持对人对生命的那种悲悯和动容，可能也是让你能走10年、20年这么远的原因。我是北医3院 ICU 的博士宁医生，今年呢是我在 ICU 工作的第22年。其实你大学学的是临床，但是临床有很多方向，你为什么还是选择 ICU 呢？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是想当个外科医生，因为我觉得外科医生特别帅，对吧？而且你做手术的时候，好多人给你擦汗呀，然后呢，周围的巡回护士器械护士等等等等，而且说我觉得外科医生成就感非常好。我记得我大3的时候，我就拼命地向我父亲表达，我想当一个外科医生啊，想当骨科呀、手术科室的医生啊。那年的话，我记得放假，他给我找了一个厂矿医院的一个外科主任，他带我做一个小手术。我记得我那天的话特别兴奋，那是我第一次进手术室，第一次听到那个滴滴滴滴滴滴心率的声音，因为那就是生命的声音嘛，生命最活跃的声音就是你听到你的心脏变成了一种信号在传导。但那个时候看他做手术确实做得非常好，那个手在无影灯下呀，快速的打结止血。这个时候有个细节，他把那个止血钳子嘛，做完止血以后的话呢，往那个盘子里一扔，那个盘子的话呢就失去平衡了，然后我呢就一把冲上去，就端住了这个盘子，我又给他往上推了推。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大忌，你不仅仅你的手把他的这个盘子弄脏了，你还往上推一推，整个手术区域被我污染了。这个时候他拿那个手里另外一把止血钳子，啪一下敲了我的手一下，直接就扔出去了。然后到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犯错了，我不应该去手去推他那个无菌的盘子。然后我就盯着那个手术视野，这时候眼睛变得不一样了。我就记得我眼前的话呢，就是那个红色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然后我就听到咕咚一声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就已经在手术室外面了。然后我父亲就给我揉着那个脑袋上磕出来一个包，然后就说儿啊，刚才主任说了，说你可能当不了外科医生，你晕血。晕血这个事情对医生来讲是一个莫大的耻辱，就像一个士兵，你去上前线，还没打仗的枪一响，你先晕了。那么一个晕血的医生永远当不了一个好医生。所以说我只能够把我的重点转到内科系统啊，内科系统相对讲的话呢，见血的机会要相对少一些。真正促使我去学 ICU 的是我弟弟当时生病。当时的时候我是上大5，开始当实习医生的时候，就是那天我记得他就是病危了，送来的时候就整个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，全身浮肿，急性肾功能衰竭。那个时候我真正第一次体会这个当病人家属的感觉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，我是个学医的，我必须要给他治好。那么我就查资料找老师，当时我就给他下了一个特别严重的诊断，叫做急进性肾炎。那时候我就追着我的老师啊，我说你赶紧给他用药，赶紧给他用药啊！后来给他用药，第1天的时候，我记得肌酐呢从1000就降到600了，然后我就特别开心，能给自己弟弟治好。结果等到第2天，腾一下子又反弹上来，又到1000多了。你看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治错了嘛，但是那个时候啊，就是执迷不悟。我继续找我老师，我赶紧再给他用第2剂。但是那天下午很侥幸，疑难病例会诊，侥幸就选上了。
我记得那天的话，乌泱乌泱的几十个人就听那个老教授教学查房，我就把他的治疗经过汇报了一遍。然后这个教授就说啊，你们误诊了。他就有几个细节，就我弟弟那个尿液呀，然后他说你们看这里面有条像水草一样的东西。你除了急性肾功能衰竭，还有是高热，加第三个诊断证据有出血倾向。他这么一讲的话，我立刻就想起来，出血倾向我看到的，当时他的那个尿当中就像水草一样的这个红细胞啊聚集在一起，我也是看到了的，但当时都没有往心里去过，或者说你当时因为对于病情的过度担忧，就忽视了这些细节。他说这个病人不是急性肾炎，叫流行性出血热。他说赶紧去送一个出血热抗体。我记得过了几天让我去取结果，我在窗口的时候，我老远就看着了流行性出血热抗体阳性啊，那种心情啊，因为只要是阳性，就意味着他未来很快就会痊愈，而且大概率不会遗留下后遗症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给我的导师写了封信，就把我这个弟弟这个病例讲给他听。我说我特别想上你的研究生，没想到他给我回了封信，他说你好好学习啊，好好研究多器官功能衰竭，如果你能够上线，我就一定带你上我的研究生。啊，结果果然的话呢，我就考了当年的这个第1名，就被录取了。真正第一次走进 ICU 的科室的话呢，是在2001年8月份，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北医3院的 ICU。当时的床位还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多，然后护士们都是来回跑着，各种各样的机器都在发着蜂鸣音，还有监护仪的声音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呼吸机的声音啊。在 ICU 20年，你看了这么多生死啊，但就你个人而言，你觉得你看到了生死了吗？看不透啊，确实看不透。我就觉得活着太好了，就是你不是说你当医生，你见了多的生死以后，你都能够看开这个生死。我曾经就是也不能算正式的访谈，就是和一个24岁的一女孩就谈过这个死亡的问题。她是因为一个癌症晚期发生了急性的心衰，然后我第一眼看那个女孩非常白，长得也非常漂亮，很精致。然后他就喊我，他说大夫大夫你来啊，他说我不想治了。哎，他这么一说的话，我就不了解了，对吧？到底是我们对你不好啊，还是说哪个护士没有照顾够，还是说你对哪个治疗有意见呀？他说都不是，他说我想透了，他说我想转出去。我说你不害怕吗？他说怕死吗？他说不怕。他说你看啊，摆在我面前2种选择，一个是死亡，一个是痛苦以后死亡。你说我会选哪个？我听他这么说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哎，其实每个人的命哈，在整个这个自然界就那么一瞬间，你不害怕就行。”可是说完这句话的话，我就自己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你说你要生死这个高度去和一个病人谈，那我对生命、对死亡的理解，还不如他看得透彻。后来的话呢，我就跟他父母去聊，我说孩子呢想转出去，我说你们怎么想？后来他妈就说一定要积极治啊，说为了孩子的话呢，把房子卖了。他刚说到这儿，他父亲立刻就打断他，说你说这个干嘛？为孩子看病卖房子不应该吗？他说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孩子看病花了很多钱，这里面有一半是零花钱，爱美爱买化妆品。哎，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看病已经让父母那么大的负担，说你还舍得花父母的钱去往脸上抹，想不透。等到后来有一天，我就终于想清楚了。你说一个24岁的女孩长得那么漂亮，爱美是多么正常一件事情。她去化疗的时候，做手术、做放疗的路上，她还在往脸上去抹化妆品的时候，那只有一种情况，她认为她还有希望。当有一天的时候说突然疾病给她时间，让她慢慢了解这个过程以后，那么她没有希望了，她也就无需再承受痛苦。其实我们人生当中让我们刻骨铭心的往往是2件事，一个是痛苦，一个是希望。而很多时候痛苦和希望
又是一回事儿。就是我平时也会来咖啡，就是你比如说我写东西啊，就喜欢有的时候选一些环境比较大的，然后气氛又不是说那么吵的。作为一个医生啊，你的工作就是把病人治好，你为什么要想到把这些故事搜集起来写成一本书呢？我最开始的时候是想20多年经历的一些生生死死的一些案例啊，把它记录下来，因为我担心以后老的时候会把这些病例忘掉。但是写着写着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剖析就没有价值。我就在想，这些案例本身讲非常珍贵，对于我来讲，它非常能够触动我的灵魂，它也一定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。第二点的话呢，就我现在在想，就是这个病例发生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个病例当中的人物，但是我反过来我再去写的时候，又成了一种第三者的一个剖析状态。它相对讲的话呢，就更能够理性，以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看这个事情。里面就有一个故事嘛，一个大脑重度缺氧的一个老人，送到我那个地方的时候啊，他在家里面心跳停止，大脑已经重度缺氧了。像这种老人，他恢复起来机会非常渺茫。我记得就是他老伴儿啊，每天衣服都穿得整整齐齐的，每天都盯着我问，说你是不是没给他治得好啊？白细胞又高了1000，你再给他找个专家呀。而且有一天他还偷偷的送过一本热病，这热病是我们这个医生用于抗感染的，全世界很流行的一本书。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嘛，就说呢你治的不行。他还有很多小报的东西，什么给鼻子里面滴点香油啊，各种各样不靠谱的东西，他在指挥我。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主治医了，而且我的那个研究生的专业就是搞的重症感染。我就在想，我说这个老人他怎么能这样呢，是吧？你天天来挑医生的错，挑护士的错。我实际上当时的时候也是多多少少心里是很有抵触的。后来我就不耐心了，我就跟他说啊，我们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，那看似是一句冠冕堂皇的话，但实际上讲的话就是对他进行这个反击。我不理解。结果有一天呢，就是到最后啊，他那天穿得特别整齐，他说我老伴生日，能不能唱首歌？那好啊，我们就一起祝他生日快乐嘛，大家都围着。他就像小学生一样，把双手呢就并在身边，然后正在唱的时候，就有2滴眼泪就从病人眼角流了下来，之后很快心跳停止。那天呢，他儿子就是跪在那个 ICU 的长廊里，就是嗷嗷的哭啊。他就说我爸我妈都在高原工作，勘探工作者，老科学家，感情非常好。他说你看，我妈呢一定是不忍再拖累我父亲，所以他走了。我再去重新回忆起这个病例的时候，他给我的感觉就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以前的时候，我会很多不理解，明明没有希望，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啊？说你一个老知识分子，你难道不知道说你要相信科学？你难道不知道说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？其实我觉得啊，他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。那么这里面就面临到一个问题，他为什么要坚持？那么后来我就懂了，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治病人就是在治疗自己。其实医学终极的目的，它不是说要治愈一切，而是关怀。那么这个我不放手，有病人的不放手，家属不放手，医生不放手，那这样他走的过程也会得到安慰。他同样对病人的家属也是一种安慰。第三点，他对医生，你这个职业，你每天努力学习，你从最年轻的时候住院医师、主治医师、副高、正高，那么你肯定渴望你的工作、你的努力有收获呀。那这种收获就是说，在治病过程当中，很多人能够得到治愈，很多人得到关怀，那他同样对医生的内心，他也是一种关怀和安慰。